大家看到这个标题可都会想说，长得不丑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长得好看。其实我原本标题想要下为什么正妹也会外貌焦虑，但是考量到有外貌焦虑的人应该不会搜寻自己是正妹，所以我就改了一下标题。如果你们觉得有什么更适合这个主题的标题，也可以告诉我。至于你要怎么判断自己长得好不好看呢？我觉得搭讪、性骚扰跟早餐店阿姨都不够准确，因为现在有专门教搭讪的团体，他们为了上街无差别的搭讪。性骚扰只要你是女的，你就一定会遇苦啊。早餐店阿姨那个是在做生意，所以也不准。最准确的判别方法就是你在你的社交平台跟大家说你有外貌焦虑，如果你得到的回应跟我的想要讲的一样，或者是你发美照的时候很常被同性酸，那表示你应该还蛮正的。写这篇的契机源自于我接连看了2篇自身有外貌焦虑的人发的文章，写的内容大同小异，差别只在于一个是正妹发的，另外一个是普妹发的。结果普妹那篇的留言超级暖心正向，正妹那篇的留言超级可怕。而且正妹的那篇还是别人转发她的文章，并不是她自己 po 的，因为她是一个网红。我不清楚她是否做什么这么犯众怒的事情，但是那个留言大概有一半都是人身攻击，而且是严重到我觉得可以告得成的那种。看完那篇文章，我突然间觉得在这个议题上面，长得好看的人好像反而更难获得医疗资源。那篇的留言我接了20几个，我觉得比较精彩的放在下一段给各位欣赏，但我不是要大家去跟那些人比战，因为我觉得他们已经疯了。接下来地狱列车就要开了，请系好安全带。啊，为什么正妹也会外貌焦虑？这句话本身就很荒谬，因为外貌焦虑的成因常常不是因为外貌，是因为心理因素。他觉得自己很丑，别人看往往觉得没有问题。外貌焦虑如果严重的话，是一种精神疾病，而精神疾病又不是越丑越容易发病。就好像爱笑的人难道不能得忧郁症吗？很多忧郁症的人平常看起来很开朗，也很会照顾人，但是某天我们就听到他自杀的消息。所以不应该用长相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资格焦虑，因为生病并不是在比资格。如果你觉得他是在讨牌，可以标理他，但是也不需要口出恶言。现在的资讯很发达，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新闻上面整形成瘾的人原本都不见得是丑女，甚至整形前还比整形后好看。很多被爆出因为外貌焦虑的忧郁症或是厌食症的明星也很好看不然他怎么能当明星呢？而模特儿圈里得厌食症的人也统统不是胖子呀。
从很多例子我们都可以看到，外貌焦虑跟外表并没有绝对的关系，因为长得好看并不代表心里会比较坚强。我写这篇文章就是想要强调这一点，当然也希望长得好看的人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能够比较坚强一点，因为社会对你们就是比较严格，只能说美貌是两面刃，看你怎么使用它。长得好看的确在社会上会有某些先天优势，但是同时也更容易成为有心人士下手的目标，或者是在陷入困境的时候，大众普遍认定他们不需要帮助，所以无法及时得到身边的人的支持或者是医疗。我列了一些长得正反而才会遇到的外貌焦虑危机。如果你是经由低段的大冒险确认自己很好看，或是你本来就知道自己很好看，那你可以检视一下自己有没有遇到或者是防患未然。第一个是你在外貌焦虑的时候可能很难有病识感，因为在网络上面看到外貌焦虑的例子常常是腐女居多，导致大众有一种刻板印象，指的说正妹焦虑就是在无病呻吟，不愿意伸出援手，甚至会再踩他们一脚。结果当他们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自我怀疑，去否定自己的感觉。但是那个焦虑并没有消失，不好好处理反而会演变成更严重的身体异形症，或是忧郁症、厌食症，或是整形上瘾。第二个就是比较容易遇到渣男。大家可能会觉得渣男为了骗女生上床不是都会甜言蜜语吗？那应该会让女生更有自信才对，为什么反而会让女生的外貌焦虑呢？因为前几年还是更久之前有一种把妹手法叫 PUA 嘛，他们有一个理论就是说，因为正妹都很高傲，所以你要她注意你就要先贬低她的外表，或者是打击她的自信，要不然她会觉得你配不上她。所以正妹反而会常常遇到喜欢刻意贬低她的男生，而且段数够的渣男也不会特别去找普妹店等级，他们会直接找正妹，导致正妹在心理不成熟的时候，常常在感情上被迫越级打怪。如果她真的太漂亮，一般男生也不敢追她，她就会开始怀疑说自己是不是因为不好所以没有人追，就我反而很容易变成高阶渣男的猎物。女人总是爱为难女人，这点刚从地狱列车下车的各位应该深有体会吧。男人做这种事常常是想要骗你某个地方，但是女人做这种事的原因却复杂蛮多的。其实女人肉肉相残跟外貌焦虑跟厌女也有关联，可是这个就不在这里讨论，要不然会模糊掉焦点。像上面那个网红的例子就是明的来，有的时候案件更难防，有的女生为了控制你也会去贬低你的外貌，而且会用我是为你好之类的话术去当作她情绪勒索的借口，或者是一直告诉你别人都觉得你不好看，只有我不嫌弃。这种基本上就是渣男换个性别，但是基于相信朋友，我们通常都是在这些人真的做出什么很不好的事之后才发现是这样。还有一种蛮诡异的心态是，我霸凌正妹不是在欺负弱势。外貌焦虑的成因常常是因为心理阴影，而心理阴影又通常是被霸凌造成的。人的有嗜血的一面，但是我们可以透过道德去控制。只是在我们面对我们想象中的强势方的时候，往往就会丧失道德底线，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言论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伤害，他们过得这么爽，应该要很坚强才对。网络上很常见的例子就是因为有钱人过得很爽，所以我仇富没有关系；因为母猪过得太爽，所以我丑女没有关系；老一辈的人都赚钱赚很多，所以我歧视老人没有关系。我并不是说那些现象的原因都不存在，但是别人过得很爽，那个是人家的事。
但是因为嫉妒去伤害别人，那个就是自己的问题。美女通常也更容易被放大检视，外表好看的话比较容易从事需要外表的工作，例如演艺业、服务业或是美妆业。这些类型的工作更容易被放大检视，点上细微的瑕疵。他们可能本来觉得自己长得也不差，但是在那个圈子会用高标准的眼光来看你，讲到最后自己的价值观也可能会动摇。像刚才那个网红的例子，他可能本来也觉得胖个几公斤或是长痘痘没有什么，但是受到他以前的老师或是同学的扭曲观念影响，导致他觉得自己一定要外貌和完美才配得上他的工作。如果这去影响到他这心理健康甚至是生活状态的话，这个其实就是生病了。我也看过一个艺人说，他们以前的经纪公司每个礼拜会把旗下的艺人找来，然后一一检讨每一个人的体重是不是没有达标，并且当众羞辱那个体重没有达标的人。在这种环境下，我相信正常人很难不焦虑吧。而且就算不是做那些行业，如果平常被关注外表的几率很高，也都可能导致他们比一般人更在意自己的外表。最后一点是很难遇到可以抒发这件事的对象。心理压力能够适当的抒发，会缓解很多，所以有可以聊心事的朋友很重要。有一个老梗图大家应该都听过，只是因为太老我一时找不到图。这个老梗是这样说：正妹跟妹当朋友，一定是想拿朋友来衬托自己很正。正妹跟正妹当朋友，一定是瞧不起没有自己好看的人。总之正妹怎么做都是不对的。我记得我也在新闻上面看过某一个星二代说，我从来不抱怨，因为没有人觉得我有资格抱怨。虽然接近你的人很多，但是从里面挑出真心的却很少。所以找到能够理解你的朋友是很重要的，但是也要小心坚信你的人是不是别有所图，不要因为太寂寞就什么人都可以。造成焦虑的原因如果是从外部来的，通常可以分成是特定的人造成的，还是由环境潜移默化造成的。特定人造成的部分，大部分的人是受到家人、朋友、情人，或者是学校的老师跟同学对于外貌的言语霸凌。心理伤害没有办法痊愈，却误会是因为自己的外表不好看才导致这些负面的经历，以至于对自己的外表越来越不满意。环境中的潜移默化则是，环境中其实没有人直接对当事人讲出什么很难听的话，但是周围的人都是把人的价值建立在外貌上，或者是青少年把社交软体上面的精修照片误以为是现实，以至于以为一定要长这样才是正常的。另外还有一种蛮特殊的人，我没有办法把它分到上面两种里面，所以就独立出来讲。这种人他是真的没有自身的审美观，也就是说你给他一个东西，他真的分不出好不好看，所以只能询问周围的人的意见去做判断。但是如果他身边的人故意骗他，给他制造焦虑，那他可能也分不清楚事实是什么。我是把我听到的方法对应症状的严重程度由上往下排。如果财力足够或是症状很严重的话，还是一定要就医。最严重的程度就是已经有轻生念头了，这个时候就请打专线求助。如果你身边真的都没有能够跟你聊心事的人，至少这些专线的职工是很愿意听你说话的。网络上其实这类的专线非常多，除了我查到的这3个之外，各县市也有很多免费的资源，只是因为这3个的号码是最好记的，所以我就顺便把它列出来。而且这3个专线还有很贴心的，有人想好了口诀去帮你记忆。
生命线是1995，要救救我。张老师是1980，依旧帮你。自杀防治安心专线是1925，依旧爱我。排行第2个就是最贵但是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去做心理咨商。再来，如果再不紧急一点，你也可以自学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我自己有做过1、2次咨商，我觉得咨商确实是最快的。但是如果你手头有点紧，有一些不紧急的小问题，也是可以从书里面得到的资讯去缓解。我之前有看过讨好型人格跟完美主义之类的问题的解法，我觉得书里提供的方法就蛮好用的。所以如果你的问题没有严重到需要咨商的话，找一些书来培养兴趣也是不错的。下面3点就是书上或是网络上没建议的做法，我讲的可能跟他们不尽相同，但是意思是差不多的。顺序就是依照焦虑发生到冷静下来的时间去写的。首先是不要去否定自己难过的感受，我觉得这个也是最难踏出的一步，因为通常被打压习惯的人，连肯定自己的感觉都做不到。任何压力去否定它都是不好的，因为压力的源头没有消失的话，一直忍耐只会让你越来越痛苦。我心情不好的时候，身边人也很常会说我是玻璃心或是想太多。虽然不否认这可能部分是真的，因为有些事我回头看也觉得自己当时想太多，可是那都是我已经走出那件事情之后我才能这样看呢。在事发当下情绪很满的时候，这样做绝对会让情况更糟糕。你要想，人会有情绪这件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现在就是不开心，我不开心没有碍到任何人，因为谁没有地雷。重点是那个当下，不要拿别人说的话再去伤害自己一次。第2件事是要转移焦点，这个在生气或难过的时候我觉得也有用，不限于只有焦虑的时候可以用。如果你发现自己陷入某些不好的情绪里面，就要赶快叫自己停下来去做其他的事。虽然这样做没有办法解决焦虑的根源，但是可以暂时不让自己受到坏心情的伤害。至于做什么事，我觉得只要能够让你转移心情的事，什么都可以。如果你实在很累，那就去睡觉；如果你真的很生气，那就打枕头或是躲去厕所哭一场啊。如果我是滑私教软体滑得不开心，那就关手机；聊天聊得不开心，那就离开现场。反正就是赶快远离那个让你每况愈下的东西。长期来说的话，如果你心有余力，也可以培养一些固定的活动或者是兴趣，去转移焦虑这件事，像是运动、烹饪、旅行，或是看一些国外的或是不同文化圈的书籍跟网站。因为换一个环境的时候，比较能够跳脱原本的思维模式。或许你在看到跟自己很像的人在其他的环境能够被接纳的时候，会突然间意识到自己周围的人才是有问题的。很多开频道在聊出国留学或是工作生活的 YouTuber 都不约而同地谈到说，在国外自己的外貌焦虑改善很多，但是其实外貌是完全没有变的，只是他们去留学或是工作的国家的人不会一直制造焦虑给他们的。第3个是辨别焦虑的来源，这个没有办法在非常激动的时候进行这件事。外貌焦虑的来源通常不是真的是因为外表，所以你回想你焦虑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可以顺便想想看，我难过是因为真的觉得我长得不好看，还是因为我长这样，所以我没有办法做某些事，或者是没有办法得到某些东西，还是害怕自己不够好看会被欺负。然后这些观念又是谁灌输给我的？因为通常发生焦虑的原因都是某一些人他伤害了你，
你把你被伤害的原因归咎到自己的外表上。但是如果你能够跳出来去用第三者的视角看当时发生的事，例如你看到别人因为外表被霸凌，你应该只会觉得那个霸凌者是人渣，而不会觉得被霸凌的人活该被霸凌吧。那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你就觉得自己被霸凌是合理的呢？那是因为你不够爱你自己。有一种很常见的例子，就是一个美女被男友劈腿之后就跑去隆乳或是整形，应该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她是因为情伤，所以才外貌焦虑，应该不会有人说是因为她太丑所以活该被渣吧。如果上面那两个例子你都觉得很合理，那为什么你可以对别人这么宽容，对自己就要这么苛刻呢？接下来这个方法在网络上面有很多人在教，叫做人际断舍离。它不一定是在外貌焦虑的时候才能使用。不过如果你发现你焦虑的来源就是你生活圈里边的某些人，其实你没有办法物理上远离他们，在精神上也要隔离他们呢。如果跟一个人相处让你精神状况越来越糟，不管是谁对谁错，都应该赶快离开他。因为有的时候对方也不见得是有意的，可能就只是你们两个个性不合，所以精神上在互相消耗而已。但是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对方其实在操纵你，像这一种就很危险。你们可以上网搜寻一个名字叫做牟林汉，我把它打在荧幕上，这是一个中国的例子。我先打个预防针，这个例子才蛮可怕的哦。那如果你害怕换社交圈，我觉得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个可能就跟你是美是丑没有很大的关系，应该是被讨厌的勇气的问题。最后有一个很消极但是很有用的方法，就是让时间解决。这个就是老生常谈啊，如果很年轻的话可能体会不到，但是在有一点年纪之后，或者是你有重大疾病的时候，就会觉得健康比外貌重要。不过这个时候通常也会变成健康焦虑。时间过了之后就不太为外貌焦虑，这个真的有数据统计。人的一生会有几个时期特别注重外貌，我记得好像是青少年期跟求偶期。所以如果你的年龄刚好在这个区间，你也可以安慰自己说，没关系，因为同年龄的人都跟我一样焦虑，时间过了就没事了。最后这种很特别的人，就是对审美没有好恶的人。我不很确定这是天生的，还是只是他们对自己的审美没有什么自信。但是如果我这是天生的，我也不觉得这样不太好，因为这样代表他们比较能够包容不同的样子。只是说如果你依赖别人去做判断，一来心情很容易随着别人说话起起伏伏，二来也很容易被骗的。我觉得如果我是要避免被骗，可以去学一些基本的美学理论，或是听专业的造型师怎么说，再去比对一下那些让你焦虑的建议，就不会别人说什么都照单全收。默默消毒一下，我不是正妹，我也没有外貌焦虑，我也不是那个网红的网军。提醒看完那些觉得有用的人，根据我对人性的观察，如果你太漂亮，这篇文章你转发在你的社交平台上，绝对会像开头那个网红一样被酸民屌爆。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正妹，你也可以来个大冒险测试，但是后果我不负责。如果你很善良，你可以默默发给你周围的正妹朋友。但是如果你要分享给一般人，记得要说，虽然我用不到，但是身边有这种需求的人可以贴给他们哦。千万不要说我觉得很有用，这个就是在说我保证你瞬间没朋友啊。最后，喜欢我的叙事方式的人，
可以帮我按订阅，但是不用开小铃铛，因为我希望看的人是真的有需要，所以搜寻到我的文章。谢谢各位的收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见面。